我的天，千万不要把苹果和小龙虾放一起，因为它们一旦相遇，就会合体为机器人苹果侠，这也太神奇了。那么你们知道汉堡包和推土机相遇又会怎么样呢？这究竟是龙虾劈了腿，还是苹果出了轨？他俩怎么就合体了？还叫苹果侠？你咋不叫苹果14呢？后面的这个问题更奇葩，一个是汉堡包，一个是挖掘机，两个不同的物体，他俩怎么合体？真搞不懂。买了万代新出的碰撞机器人，苹果和龙虾的合体，还有汉堡包、推土机，这个更奇葩。大鲨鱼还有个售卖机，他俩合体，不会变撒娇吧？不得不说，日本人的脑洞真的够大。看完这个之后，我都感觉物种之间根本就没有边界了。话说这个，我应该叫它苹果还是叫西红柿呢？反正我只知道这个龙虾肯定不正经，正儿八经的小龙虾看到苹果不仅不想碰，看了直接开溜。I have an apple， I have a 龙虾 apple 虾，瞬间合体，小短腿还可以伸缩。苹果虾，苹果侠。接下来我们再看推土机和汉堡的组合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的汉堡设计的这么小，一口一个，而我们的推土机怎么这么大？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挺明显的。I have a汉堡 ，I have a推土机，我推。这个合体怎么长这个样？应该还没有变形完成。上面胳膊放下来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机器人的头竟然就藏在这个面包里面。本来还以为这个汉堡是他胸前的盔甲呢，结果这么可爱，汉堡超人单独拎出来还有点像一个乌龟。如果要给它的变形效果来打分的话，只能打6分。除了它的头是自动出来的，其他的四肢都是我们自己手动变形的，不像我们的苹果侠瞬间变形，不需要一点人为操作。那么最受大家期待的撒娇组合变形效果又如何呢？我猜这个机器人的头啊，肯定就在鲨鱼里面，而这个自动售卖机则是它的身体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猜错了，原来人家的头在这个自动贩卖机里面，果然真的是惊喜不断。不过看它的这个造型，还真有点熟悉，像不像铁甲小宝里面的鲨鱼巨人？也是鱼鳍都在后面，它的变形也是一体成型的。如果要给它打分的话，我觉得应该8分差不多。不知道我们的粉丝会分别给他们打几分呢？把你认为变形最帅的打到评论区。